46章伞下情缘。当老李和艾米沉浸在新婚的甜蜜中，漫步在柔软的地毯上，布置着他们的新家，憧憬着充满祝福的未来时，贝尔先生和乔则在泥泞的小路和湿漉漉的田野间享受着他们独特的散步时光。我每天傍晚都会出去散步，没道理因为碰见过几次教授就改变习惯。乔第二次或第三次这样对自己说。因为尽管去梅格家有2条路，但无论他走哪条，总会在去程或归程中遇到他。他总是步履匆匆，似乎直到他走得很近才看见他。然后他会看着他，仿佛他那近视的眼睛直到那一刻才认出他来。如果他正要去梅格家，他碰巧会带着给孩子们的礼物。如果他正要回家，他则是在河边散步，并打算顺道去看看他们。当然，除非他们已经厌倦了他频繁的拜访。在这种情况下，除了打招呼并邀请他进来，他还能做什么呢？如果他真的厌倦了他的拜访，那他也掩饰得很好，因为他总会确保晚餐时有咖啡，因为弗里德里希，我是说，贝尔先生，不喜欢喝茶。到了第2个星期，所有人都对正在发生的事情心知肚明，但却都假装没有注意到乔表情上的变化。没有人问他为什么工作时唱歌，为什么一天整理3次发型，或者为什么傍晚散步回来时容光焕发。仿佛他们谁也没有怀疑，贝尔先生在与父亲谈论哲学的同时，也在给女儿上着爱情课。由于乔不知道如何得体地敞开心扉，他极力试图克制自己的情感，但由于做不到，他一直生活在一种持续的不安状态中。他担心如果自己坠入爱河，别人会嘲笑他，因为他曾如此坚决地捍卫自己的独立。他最害怕的人是老李。然而，自从艾米掌管大局后，老李再也没有称呼贝尔先生为老好人，也没有对乔更加注重外表发表任何评论。甚至当他发现教授几乎每晚都在马奇家吃饭时，也没有表现出任何惊讶。尽管如此，这个年轻人私下里却感到非常高兴，并期待着能有机会送给乔一个画着熊和拐杖图案的盘子，作为合适的盾徽。2个星期以来，教授像热恋中的情人一样准时来到马奇家，之后却一连3天杳无音信，这让所有人都很担心。乔起初感到不安，但随后爱情就是这样，变得非常生气。真是岂有此理！他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连声招呼都不打。当然，他不欠我什么，但最起码应该像个绅士一样来和我们道别。他自言自语道，一边绝望地望着门口，一边准备在那个阴沉的下午进行他惯常的散步。亲爱的，带上伞，看样子要下雨了，母亲说道。她虽然注意到乔戴着新帽子，却宁愿不做评论。好的，妈妈，您需要从城里带什么东西吗？我打算去买些纸。乔解释道。他转过身对着镜子，整理好下巴下面的蝴蝶结，这样就不用看着母亲了。是的，给我带些绣花棉线，1包9号针，还有2米长的淡紫色窄丝带。你穿好靴子了吗？衣服够暖和吗？是的，乔心不在焉地回答。如果你碰巧遇到贝尔先生，请他来吃晚饭。我很想见见这位好人，马奇太太补充道。乔听到了他的话，但什么也没说。他亲了亲母亲，然后匆匆离去，尽管饱受失恋之苦，心中却充满感激地想，他对我真好。那些没有像我这样的母亲来帮助他们的年轻女孩该怎么办呢？
那些小百货店并不在银行、办公室和批发仓库附近，那些地方通常是男士们聚集的地方。然而，在去办差之前，乔还是在那片区域转了一圈。他磨磨蹭蹭，仿佛在等什么人。停下来看看橱窗里陈列的工程机械和另一家店里的羊毛样品，表现出一种女士不应有的兴趣。她在木桶间穿梭，冒着被掉落的货包砸到的危险，忍受着那些行色匆匆的男人们粗鲁的碰撞。他们似乎在纳闷她到底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当一滴雨落在她的脸颊上时，他才停止了对那些破灭希望的思考，转而专注于避免雨水弄坏他的帽子。他对自己说，如果作为一个恋爱中的女人，保护她的心已经太迟了，那么至少他还来得及挽救她的装束。他想起了匆忙中忘在家里的雨伞，但现在后悔也无济于事。如果不借一把，他肯定会淋湿的。他先看了看阴沉的天空，然后看了看已经沾上黑点的深红色蝴蝶结，泥泞的街道。最后，他回头望向远处一个肮脏的仓库，门上写着霍夫曼·施瓦茨公司，然后严厉地自责道：“我活该，谁让我穿上最好的衣服，到处转悠，希望能遇到教授，真丢人。瞧。现在你不能去那里借伞，也不能问他的朋友他在哪里。你必须顶着倾盆大雨去买东西。如果你因此送命，或者帽子坏了，那也是你应得的。加油！”就在那一刻，他猛地冲过马路，险些被一辆卡车撞倒，迎面撞上了一位身材魁梧、依着考究的绅士。他抗议道：“小姐，请小心！”脸上带着非常委屈的表情。乔垂头丧气地整理了一下衣服，用手帕盖住了心爱的蝴蝶结，然后背对着诱惑，加快了脚步，同时感觉到裙摆湿透了。头顶上，雨伞碰撞发出的金属声响。突然，他注意到一把破旧的蓝色雨伞稳稳地停在他那毫无遮挡的帽子上方。他抬起头，正好对上了贝尔先生的目光。我想我认识这位果敢的女士，她勇敢地在马车之间穿梭，飞快地穿过泥泞的街道。是什么风把您吹到这里来了，亲爱的？我来买东西。贝尔先生看到一边是腌菜厂，另一边是皮货店，脸上露出了笑容，但他很有礼貌的什么也没说，只是问道：“我看您没有带伞。能允许我陪您走一段，并帮您拿包裹吗？”“好的，谢谢您。”乔的脸颊红得像帽子上的蝴蝶结一样。他纳闷他会怎么想他，但过了一会儿，他就不再担心了，因为他正挽着他教授的胳膊走路，仿佛太阳又出来了，而且比平时更明亮，世界又恢复了意义，而且有一个女人在雨天里因为湿了脚而感到无比幸福。“我们以为您已经走了。”乔急忙解释道，他意识到他正在看着他。由于帽子没有遮住他的脸，他担心自己的喜悦在教授看来会显得不够矜持。“您觉得我会不向那些对我如此友善的人告别就离开吗？”他问道，语气中带着一丝责备。这让乔觉得自己侮辱了他，于是他立刻补充道：“不，我不这么认为。我知道您有事要处理，但我们都很想念您，特别是爸爸和妈妈。那您呢？”“我总是很高兴见到您，先生。”为了不让自己的声音泄露激动的情绪，乔用了一种相当冷淡的语气，再加上称呼他为先生这种冰冷的客套，让教授感到一阵寒意，脸上的笑容也消失了。“谢谢您。”他非常严肃地说，“我会在离开之前去看望他们，
那么，您现在就要走了吗？我在这里已经没有什么事情要处理了，我已经完成了。我希望一切顺利，乔说道，对如此干脆的回答感到失望。我想可以这么说，因为这能让我谋生，并帮助我的侄子们。请告诉我，所有关于孩子们的事情，我都非常感兴趣。他急切地请求道。您真好，我很乐意告诉您。我的朋友们为我在一所学校找到了一个职位，在那里我可以像在家里一样教书，并且挣到足够的钱，让弗朗茨和埃米尔过上好日子。我非常感谢他们，您不觉得这很好吗？当然，我很高兴您能做自己喜欢的工作，并且能更经常地见到孩子们和您。乔用孩子们来掩饰自己难以抑制的满足感。恐怕我们不会经常见面了，因为那个工作地点在西部。那么远，乔人由裙摆垂落，仿佛他已不再在乎他的衣服或他个人会发生什么事了。尽管贝尔先生通晓多种语言，但他尚未学会解读女人的语言。由于他自认为非常了解乔，所以无法理解这位年轻女子在半小时内经历了6种不同情绪的剧烈变化。看见他使他似乎很惊讶，尽管很容易怀疑他正是为了遇见他才来到这里的。当他随后伸出胳膊时，他接受时的表情让他心中一暖，但当他问他是否想念他时，他却给出了一个如此客气而冷淡的回答，让他彻底失去了希望。之后，他几乎为他找到工作的好消息而欢呼。他真的为孩子们感到高兴吗？而当得知目的地后，他用绝望的语气喊出那么远，这让他兴奋不已。然而下一分钟，他却又说道，仿佛这才是他唯一关心的事情。我就是来这里买东西的，您愿意和我一起进去吗？不会耽误您很长时间。乔对自己的购物才能非常自豪，他想通过干净利落地完成差事来给他的同伴留下深刻印象。然而，由于他过于紧张，一切都弄巧成拙了。他打翻了针线包，在布料剪好之后，才想起要买的是绣花棉线，而且晕头转向地想在印花布柜台买淡紫色丝带。贝尔先生在一旁等着，看着他脸红犯错，看到他的窘迫，他自己的窘迫也减轻了，因为他明白，女人和梦一样，一切都可能与期望的相反。当他们走出商店时，教授高兴地把包裹夹在腋下，踩着水坑，仿佛玩得很开心。我们给孩子们买点东西，然后去您那可爱的家。今晚办个告别派对怎么样？他在一个摆满水果和鲜花的橱窗前停下来说道。你想买什么？乔问道，对提议的后半部分置之不理。他们走了进去，他故作镇静地吸着各种香味。我们带些橙子和无花果怎么样？贝尔先生用慈父般的语气问道。如果有的话，他们会吃的。他们喜欢坚果吗？像松鼠一样喜欢。我们再带些汉堡的葡萄汁吧。可以用这个为祖国干杯吗？乔对如此铺张浪费皱起了眉头，纳闷为什么不干脆买上一筐椰枣、一桶葡萄干和一袋杏仁。与此同时，贝尔先生没收了他的钱包，拿出自己的钱包，买了一些葡萄、一盆粉红色的雏菊和一罐漂亮的蜂蜜。然后，他尽可能地把包裹塞进口袋里，口袋都变形了，把花递给他，撑开旧雨伞。他们继续往前走。马奇小姐，我得请您帮个大忙。教授在雨中走了半条街后开口说道。
好的，先生。乔的心开始砰砰直跳，他急切地想知道他要请他做什么。请原谅我在雨中这样对您说，但时间紧迫。好的，先生。乔紧紧地握着花盆，差点把它捏碎。我想给小蒂娜买一件连衣裙，但我不敢一个人去买，我太笨了。您介意陪我去，帮我选一件吗？当然，先生。乔立刻平静下来，并且立刻冷了下来，仿佛进入了冰箱内部。也许再给蒂娜的妈妈买一条披肩，她很穷，而且生病了。她的丈夫身体也不好，您不觉得送她一条厚实的披肩，让她保暖是个好主意吗？我很乐意，贝尔先生，乔说道，然后自言自语道：“我最好快点。”教授越来越迷人了。他走进商店，那果断的样子真让人高兴。贝尔先生让他挑选一切。乔为蒂娜选了一件漂亮的连衣裙，并让人拿几条披肩给他看。店员是一位已婚男士，他尽心尽力地为这对似乎在为家人购物的夫妇服务。太太会更喜欢这个。这件东西质量上乘，颜色漂亮，而且显得低调优雅。他解释着，拿出一件舒适的灰色披肩，披在乔的肩膀上。您觉得怎么样，贝尔先生？他背对着他问道，很感激能借此掩饰自己的脸。很好，我们就买这个吧。教授回答说，一边付钱，一边暗自微笑。乔又看了一眼商店，像一个经验丰富的砍价高手。现在，我们回家怎么样？他一字一句，细细品味着说道。是的，天晚了，我很累。乔的声音里带着比他自己意识到的更多的悲伤。太阳不再照耀，世界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阴沉和泥泞。他第一次感觉到脚冰凉、头痛，而他的心则更加冰冷和疼痛。贝尔先生要远行了，他对他的兴趣仅仅是朋友间的。他想错了，这一切越早结束越好。想到这里，他招手拦下了一辆公共马车，匆忙之中，那盆雏菊掉在了地上，摔得粉碎。这不是我们的公共马车，教授说道。他示意车夫离开后，弯腰去捡那些可怜的花。请原谅，我没看清号码。没关系，我们继续走吧。我已经习惯了在泥里拖着裙子走路。乔尴尬地说道，用力眨着眼睛，忍住眼泪。尽管他转过脸去，贝尔先生还是看见了泪水顺着他的脸颊滑落。这一幕一定深深地触动了他，因为他突然向他倾过身子，用一种不言自喻的语气问道：“亲爱的，你为什么哭？”如果乔在这方面经验丰富一些，他会回答说自己没有哭，只是眼睛里进了东西，或者用其他一些女性在这种情况下常用的借口。但可怜的他几乎没有任何尊严可言，竟发出一声响亮的抽泣，回答道：“因为你要走了。”天哪，太好了！贝尔先生喊道，尽管拿着包裹和雨伞，他还是设法拍了一下手。瞧，我来这里是为了向你表白我的爱意，但我想确定你不仅仅把我当朋友，是这样吗？你心里有没有为老弗里茨留一个位置？他一口气说道。哦，是的，乔回答道，当他紧紧抓住他的胳膊，用一种毫不含糊的表情看着他时，他显得非常满意。那表情清楚地表明，只要是他撑着那把旧雨伞，他就很乐意与他一同走过人生的道路。当然，这并不是表白的最佳时机，因为即使贝尔先生想跪下，
泥泞的地面也不允许，而且他也无法向乔伸出手，除非是象征意义上的，因为他的2只手都站着。此外，在光天化日之下，他也不便表现出过多的爱意，尽管他差点就那样做了。因此，他唯一能表达内心喜悦的方式，就是看着他。他脸上的表情是如此美好，仿佛每一滴闪烁在他胡须上的雨珠，都折射出一道小小的彩虹。如果乔还没有爱上他，我怀疑他是否会在那一刻爱上他，因为他的样子实在不怎么好看，裙子破旧不堪，胶鞋上沾满了泥，一直到脚踝，雨水也把他的帽子弄坏了。幸运的是，在贝尔先生看来，她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而他也自言自语道，她看起来像一个真正的朱庇特。尽管她的帽檐因雨水而耷拉下来，雨水也打湿了她的肩膀，因为雨伞只遮着乔，而且她手套上的每个指头都破了。路过的人们大概会把他们当作一对无害的疯子，因为他们忘了公共马车，在泥泞中行走，仿佛在愉快地散步。尽管天色已晚，雾气也越来越浓了。他们不在乎别人怎么想，因为对他们来说，那是一生中仅有一次的幸福时刻。一个神奇的瞬间，它让老人重焕青春，让凡人变得美丽，让穷人变得富有，并让凡心体验到天堂般的喜悦。教授觉得自己仿佛征服了一个王国，再也无法期盼更大的福祉了。而乔艰难地跟在他身边，自言自语道，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就在教授身边，并惊讶于自己曾想选择别的命运。不出所料，他是第一个开口说话的人，尽管他那句冲动地说“是的”之后的话语并没有太多意义。弗里德里希，你为什么不？天哪！自从明娜去世后，再也没有人这样叫我了。教授喊道。他在一个水坑中央停下来，感激而欣喜地看着他。我每次想到您，都这样称呼您。如果您不喜欢，我就不再这样做了。喜欢？我无法用言语表达我有多么喜欢，而且，请不要再用您称呼我了。你是不是太亲近了？乔问道，尽管他觉得这个单音节词很可爱。亲近 what？ 当然，您这个词对于谈情说爱来说太冷淡了。而你，我亲爱的，对我来说意义重大。贝尔先生解释道，他看起来更像一个热恋中的学生，而不是一位教授。如果是这样，你为什么等了这么久才告诉我？乔羞怯地问道。现在我可以向你敞开心扉了，亲爱的，而且我很乐意这样做，因为我知道他会得到很好的呵护。你看，亲爱的乔。啊，我多么喜欢这个有趣的昵称。我们在纽约告别时，我差点就对你说了些什么，但我以为你更喜欢你那个英俊的朋友，所以选择了沉默。如果我当时说了，你会给我同样的回答吗？我不知道，也许不会，因为那时我没有心。那不是真的。他只是睡着了，等待着白马王子去森林里拯救他。好吧，初恋总是最美好的，但事情就是这样。没错，初恋是最好的，在这方面你可以放心，因为我没有过别的。泰迪是我的朋友，他很快就克服了他的迷恋。乔解释道，急于纠正教授的错误。好，这让我非常高兴。确保把你的全部爱都给我，因为我已经等了很久了，而且，正如你将有机会看到的，我已经变得更加贪婪了，我亲爱的老师。我喜欢，乔回答说，对他的新昵称感到高兴。现在告诉我，
到底是什么让你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终于来到了我身边？追购，贝尔先生从背心口袋里掏出一张磨损的纸。乔展开纸条，看到上面的内容，脸红了，因为那是他写的一篇文章，打算寄给报社发表。这篇文章怎么会让你来呢？他不明白他指的是什么。我是偶然发现的，我认出了首字母和名字，其中有一句话特别引起了我的注意。你读吧，我来帮你挡雨。乔顺从地读了起来，那篇文章的标题是在阁楼里。4个箱子一字排开，如今布满灰尘，饱经岁月沧桑。她们曾属于4个女孩，如今已是花季少女。4把小钥匙挂在褪色的缎带上。过去，当骄傲的主人锁上锁时，这些缎带色彩鲜艳明亮。箱盖下，用稚嫩的笔迹刻着名字，留存着那些曾爬上阁楼玩耍、聆听下雨、敲打屋顶、甜美节奏的女孩们的记忆。第一个箱子是梅格的，里面细心叠放着平静生活的纪念品：一件婚纱，一只小鞋，一缕婴儿的头发。这个箱子里没有玩具，因为她都带走了。长大后继续玩另一个游戏。一个幸福的母亲低声唱着摇篮曲，下雨敲打着屋顶的游戏。乔的箱子盖子又化又旧，里面装着各种各样的娃娃，用过的课本，永远沉默的鸟兽，来自仙境的短靴，只有孩子们的脚才能穿上。对未来的梦想从未实现，甜蜜的回忆，诗歌、故事和未完成的信件。一个固执女孩的日记，一个过早衰老的女人留下的痕迹。她想着那句话，让自己值得被爱，爱就会降临。下雨敲打着屋顶。我的贝斯的箱子上从不积灰，因为有许多手经常光顾。死亡使它圣洁。在我们眼中，它变得不那么世俗，更加神圣。我们怀着甜蜜的悲伤珍藏着它的遗物，它们就像家庭圣殿中的圣物。那很少响起的银铃，他戴的最后一顶帽子，以及他在痛苦的牢笼中毫无怨言地唱着的歌，永远与下雨敲打屋顶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在最后一个箱子的盖子上，画着一位英俊的骑士，他的盾牌上用金色和蓝色的字母写着艾米的名字。这位当时虚构的骑士，如今已成为现实。箱子里面有束缚他头发的发网，跳舞到最后的鞋子，精心保存的干花，用旧的扇子，恋人们快乐的卡片，已经完成使命的饰品，童年时代的希望、恐惧和羞涩。一位年轻单身女郎的武器，她现在懂得了一种更真实的魔法，并听着婚礼的钟声，下雨敲打着屋顶。4个小箱子一字排开，布满灰尘，饱经岁月沧桑。4个学会了工作和去爱的女人，4个姐妹被时间分隔，没有一个缺席，尽管一个比其他人先走了，因为不朽的爱使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真实。当他们4个人都到了在主面前打开箱子的时候，我希望箱子里装满了幸福的时光、善良的行为和充满勇气的生命。愿他们的灵魂快乐的升腾，愿雨后永远是灿烂的阳光。这不是一篇好文章。我写的时候，心情很忧郁，因为我感到孤独，而且一直在哭。我从没想过它会落到你的手中。乔一边说，一边撕毁了那张教授珍藏了那么久的纸。没关系，他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等他让我读那个装着他所有秘密的棕色笔记本时，我会找到更好的文章。贝尔先生看着碎片飞舞，微笑着想。是的，爹爹。他回答说。当我读到他的时候，我对自己说，他很伤心，他感到孤独，爱可以安慰他。
而我的心里充满了对你的爱，所以我鼓起勇气来看看你是否觉得这份礼物太微薄了。事实上，与我期望得到的相比，这实在太少了。而且，你来的时候，明白了那不是微薄，而是最珍贵，我最需要的礼物。乔低声说。起初，我不敢那样想，尽管你对我那么好。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我开始抱有希望。而且，到了某个时候，我对自己说，我必须得到你，否则我就会死。而且我会的，贝尔先生喊道，带着一种挑战的姿态，仿佛他们周围的雾气是一道他必须勇敢地跨越或推倒的障碍。乔觉得这太美好了，他决定自己必须配得上他的骑士，尽管他并非骑着骏马，身披闪亮盔甲而来。那你为什么不早点来呢？他问道，既然可以问一些私人的问题，而且知道他会亲切地回答，他便无法克制自己了。那很艰难，但我不想在你可爱的家里把你带走，直到我有能力为你提供一个家。我不得不等待并努力工作。我怎么能要求你为了一个像我这样又穷又老的男人放弃一切呢？我唯一的财富就是我那点微薄的知识。我喜欢你贫穷，我受不了有钱的丈夫。乔回答说，然后用更温柔的语气补充道，贫穷吓不倒我。我已经认识他足够长的时间，不再害怕他了。而且我很高兴为我所爱的人工作。我不觉得你老，你从来没有让我觉得你老，即使你70岁了，我也不会停止爱你。这些话深深地打动了教授，如果他能拿到手帕，他一定会拿出来用的。但是，既然他拿不到，乔便替他擦干了眼泪，一边帮他卸下几个包裹，一边笑着说，也许我脾气不好，但现在没人能说我不合时宜了，因为女人不就是应该擦干眼泪，承担重负的吗？弗里德里希，让我分担你的责任，一起维持这个家吧。你要么接受，要么我就不嫁给你。他坚决地补充道，而他则表示抗议。我们以后再说。乔，你愿意等我一段时间吗？我必须离开，去完成这项工作。我首先要帮助我的侄子们，因为我不能违背我对明娜的承诺，即使是为了你也不行。你能原谅我，等我吗？是的，因为我们之间的爱会让等待变得更容易。我也有我的责任和工作要做，而且和你一样，如果我忽视了我的责任，我也不会快乐。所以没有必要着急或不耐烦。你去西部，尽你的责任；我在这里尽我的责任。让我们快乐，期待最好的，让上帝决定我们的未来。啊，亲爱的，你给了我如此多的希望和勇气，而我，作为回报，除了我的心和这2只空空的手，什么也给不了你。教授喊道，不知所措。很明显，乔永远也学不会像一位淑女那样举止得体，因为他一听见他这么说，便站在楼梯上，把自己的手放在他的手中，温柔地低语道，现在他们不再空了。然后他俯下身，在雨伞下亲吻了他的弗里德里希。这有失体统，但即使树篱上的那群麻雀都是人，他也会这么做的，因为他已经走得太远了，唯一关心的就是他的幸福。而幸福来得如此简单，因为在他人生的一个决定性时刻，乔背对着黑夜、风暴和孤独，走向了光明、温暖与和平的家园。在那里，人们用一句欢快的欢迎回家等待着他们。他让爱进门，然后关上了身后的门。